火中。大步走，快如电，急如风，赤足跑过了困难，向前冲。团结友情，忠诚见证 ，We kick for the goal。足球划破了天空，梦想在中场启动，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。斗志在血液涌动，点燃不灭的火种。有一个梦在我们的心中，不怕暴雨和狂风，雨后总会有彩虹，路再崎岖也只有我掌控。总是挫折不放空，拼至最后一分钟，再次进攻，再次进攻，再一次进攻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继续保守下去，一定会重蹈覆辙，再一次被赤足攻破大门的。哥，你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你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住。好，狂牛回响这首新歌，没有主唱还是不够痛快。这一刻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极致的感染力。现场观众的节拍，就是属于我们的节拍。整个会场都充满了力量，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，这就是极致的感染力。这场比赛让我明白了，自信是要由自己创造的。今天是西班牙足球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之争，巴卡斯对卓尔巴。冷门球队巴卡斯在并无名气的替补球员卡尔的神勇带领下，最近5场赛事每场攻入6球，成功打进冠军赛。卡尔还因此晋升射手榜第1位。而今天这场比赛，卡尔也很有自信，帮助巴卡斯创造历史，首次问鼎。奔牛射球。这一招怎么这么像超智能足球的射门招式？怎么会这样？卡尔突然变老了。以下是一则世界超智能足球大赛新闻。据悉，近日超智能足球球队西班牙斗牛队发生超智能足球球员失踪事件，但是由于一直无法与西班牙斗牛队的领队联系，事件暂时无法得到证实。接下来是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的战况报道。经过一轮比赛，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16强已经诞生。其中，第一组的葡萄牙蛇蝎队连胜乌克兰的巡航导弹和美国的大峡谷队，小组3场全胜。接下来的16强赛事中，将作为第一组第1与 C 组第2的赤足对战。亲手做的热狗味道特别好。肥宝，你这真是我偶像，永远都那么豪爽。嘿嘿，当然啦，我肥宝未必是世界上最好的超智能足球领队，但一说到吃，我肯定是冠军。不过没用啊，赤足里面没有人能欣赏我。嘿，你们赤足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。哦，恩尼斯，你说话变流畅了。你们赤足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，不过每个人都是各自位置上的专家。哦，不要说我自大，我们在球场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擅长。
光是高迅和奥尼就是超智能足球进攻和防守的最佳组合了。如果花王可以克服他冲动的性格，那就真是完美了。花王很冲动吗？当然啦，他总是沉不住气，有时我都拉不住他。就像对法国的第一场比赛，就是因为他沉不住气，不小心把核能都铲倒了。虽然花王很冲动，但他在攻击上确实是个好帮手，而且他现在还有个厉害的射门绝招呢。铁甲防守也很出色呀。铁甲在防守上当然称职，但是其实我也想帮铁甲创造一个射门的绝招。有时在危急关头，我也很希望可以帮大家得分。我不想整天只是站着防守。那不如你也练个射门啊。但是铁甲是后卫啊，后卫也可以吗？肥宝，你可以的。都这么晚了，肥宝去了哪里啊？肥宝这样迟到不行啊！我作为你们的经纪人，我觉得这次肥宝的行为需要内部处分。内部处分什么呢？罚他不准吃热狗。急醒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回来晚了。你迟到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带了肥宝去做热狗。我们赤足不接受任何借口，这次一定要重重的处罚你。总之，在比赛之前，我要你和热狗断绝一切的关系。不要啊！肥宝，冷静点儿。肥宝，如果你还想看到热狗，就马上和我们开会吧。在讲解战术之前，先说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葡萄牙在这里列出的资料只有一个总领队，但是在报名的材料里，他们一共有9名替补领队。9个？要不要这么夸张？他们不会一起出战，而是每一场都有一个不同的替补领队和总领队埃舒利一起出场。每次都是不同的人负责，为什么呢？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。不过他们有一个招牌式的打法。你们看，那个大峡谷的球员好像呆住了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切，双方水平有差距就会这样了。你孤陋寡闻才会什么都觉得好笑呢。不过上一场美国大峡谷发挥得很好，为什么这一场完全发挥不出来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蛇蝎队的盯人战术压缩了他们的所有空间？这个叫毒蛇阵势，是蛇蝎的一个招牌阵势。他们用这个阵全场紧逼，牵制住对手，令对手无所适从。那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抢球才行啊！奥尼这么棒，一定已经想到办法破解了。我暂时还没想到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来对付他们。看看你们把奥尼弄得多辛苦呀！你们实在给他太多压力了。刚才只有你在给奥尼压力啊！其实
除了毒蛇阵势，他们还有一招叫灵蛇射球。灵蛇射球。球速不仅快，射门角度还有2段变化，瞬间改变轨迹。我懂了，是因为有2个人同时起脚。但是明明前面那人没有碰到球啊！是因为真空。哦，前面的球员和后面的球员一起起脚，后面的负责射门，前面的负责用脚力，令足球周围的空气产生变化，制造了短暂的真空状态。当射门进入真空状态之后，在没有空气的阻力下，足球就会加速，而且会产生轨迹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破坏那个真空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有个小小的想法，不过算了。不要这么想嘛，给自己点信心，说吧。如果能够在他们起脚的时候，有球员可以站到他们中间，阻止足球进入真空区域。是哦，只要把握了射门的时间，这个办法可行。我也觉得可行，只要到时候我们有人能站在他们中间，就可以破坏他们的射门。高旭、奥尼，你们觉得呢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试一试。恩尼斯，你真了不起，不仅带我去做热狗，还帮我们想了个这么好的办法对付蛇蝎。你是我们赤足最好的朋友。不要这么说，我只是尽我粉丝的责任而已。不过我们还没有想到办法对付毒蛇阵势啊。对哦，那我们今晚别睡了，大家一起想想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吧。不是吧，恩尼斯，你这么厉害，有没有对付蛇蝎阵势的办法呀？我还有一些小想法。直接说吧。既然目的是要突破紧贴的人盯人，在没有特别的方法之前，我觉得进行假动作练习应该会有点帮助。在没有其他办法之前，这个方法的确可以尝试一下。兄弟，谢谢你啊。嘿嘿，兄弟。我们现在进行模拟对付毒蛇阵势的假动作练习。我们分成2组，先是乾隆、极电和战盾，穿上训练背心，假扮蛇蝎的队员，分别盯紧核能、流星和铁甲。练习开始。乾隆紧贴着核能。停！要脱离蛇蝎的紧贴，短途爆发力很重要。如果现在连面前的极电都过不了，到时肯定过不了蛇蝎队。没错，大家一定要练习短途的爆发力，才可以做到卡位抢球。极电，加油啊！好。极电，你做什么呀？
对了，这一组动作可以跳过对方，同时接到球，是一个突破了传统假动作的踢法。做假动作的同时，趁对方弯腰的一瞬间，以侧空翻的形式抢球，不仅可以摆脱他们，还可以拿到球。这一招应该可以成功的摆脱葡萄牙毒蛇阵势的全场紧逼了。能够用一只脚的力量就可以令整个身体跳得这么高，完全是因为极电比较轻，再加上他身手灵活才能做得到。换句话说，这场就暂时由极电出场代替流星。哇，那就是我的小极电立了大功了！你真的好棒啊！这一招就像是一条鲤鱼站着翻身一样，就叫鲤鱼肢体全旋吧。那极电不就可以用鲤鱼肢体全旋突破他们的全场紧逼喽？没错，只要极电可以摆脱，其他人都可以松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再提高射门的准确度，到时一有机会就可以反击攻门。那就都练习一下吧。铁甲虽然是后卫，但是也要参与。当然了，铁甲不用练吧，他是后卫，对他要求不要这么高。射门吧，铁甲！呀！铁甲终究是后卫，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啊。这不是铁甲的问题，是肥宝的问题。潜移默化，铁甲一定是染上了肥宝的迟钝症了。潜移默化，铁甲一定是染上了肥宝的迟钝症了。飞宝，你，飞宝，你急着找我是什么事啊？昨晚的射门特训，铁甲射了20个球，只进了3个球。慢慢来吧，运动总是要刻苦练习才会成功的。可是比赛快到了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的是一个射门绝招。好，今天我陪你一起帮铁甲开发一个新绝招。万众期待、举世瞩目的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，经过分组赛后，进入了第2阶段的比赛。
今天的主角葡萄牙蛇蝎队和中国的赤足队分别以 D 组第1和 C 组第2的成绩，在小组赛中脱颖而出，终于来到了1/8决赛。从这场开始，我们的赛事将变成淘汰制，赢了就可以晋级下一轮，输了就只能留在德国，成为超智能足球世界大赛的观众了。赤足加油！赤足加油！哎，总感觉今天有点奇怪，空间好像变大了一样。是因为今天到了1/8决赛，赤足的加油声变多了，我们想显得特别，就要更加大声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以1敌100，赤足加油！以1敌100，赤足加油！以1敌100。不对啊，我们好像少了一个人。哎，对啊，那个恩尼斯呢？对啊，难道他生病了？作为你们的大姐姐，我有必要去关心一下他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。让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吧。好了，现在有请这场比赛的双方，葡萄牙蛇蝎和中国赤足出场。出来吧！哈哈，我终于有机会出场了。怎么会？竟然是恩尼斯！超越自己，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精彩。放弃成败，才能去赢得更好的未来。别怕挫折，磨练胸怀，小河能汇成大海。绝地反击，天生我材，汗水变气概。我们的锐气将势不可挡，下一个目标在前面方向，释放出年轻的无限能量，梦想不停航。别怕挫折，磨练胸怀，小河能汇成大海。绝地反击，天生我材，汗水变气概。这一队就是所谓的黑马师吧？我们就要把他们打得跪地求饶。多亚这个走位，好像早就知道前路会出变速盘球一样。核能，快点上去，破坏灵蛇射球的真空空间！就凭你妄想，就是毒蛇阵势！出手吧！核能，